算雨伞破了，身體濕透，沒法子。就算冷笑冷到不是味兒，就算我向世界飛奔千百里，又再輸。就算跌過百次，再尋下次。溫室無非逃避災或雨，傷寒像照鏡子，淚痕仍似詩。曾想像太好，歷太多失意，孤單的滋味，天知我知。太幸福的事，也許要變過幾次，風到珍惜的意思。曾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多謝的思念，永不可遏止。追着緊的事，已經錯過無下次。請讓我將心中句子認真講你知。你可不可以帮忙找子林？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要试试。我走了很多山路都找不到。子林，只要你平安回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邱小姐的手没事吧？所以医生建议他去德国治，所以你要见他就趁这几天。进来，许瑟，送给你的。谢谢。哇，好漂亮。你手要不要紧？没什么，只是还有点疼。不过你放心，没事的。其实我小时候也曾经踢球摔断了手腕，不过当时不知死活，还去打游戏，折腾了很久才复原。所以呢，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别乱动。要是接的不好呢，会很麻烦的。知道。我先帮你把花放好，放这儿。谢谢。其实呢，一个人爬山是很危险的。如果你下次想爬山的，你叫我陪你。啊，下次我不会一个人。我下次。子琳 ，Dr. Kelly， 原来你有朋友来看你啊？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没有，我怕打扰你们才对。我说2句话就走了。OK。什么事啊？我怕你在医院闷，买了些去德国旅行的书给你看。谢谢。你放心，我在德国念硕士的，那边我很熟，还很多朋友。这次我陪你去呢，一定很稳妥。嗯。Sorry。喂。OK。我马上回来。不好意思啊，警局有事情，我要走了。总之，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回来再说。那我回来再找你。嗯。那我先走了，拜拜。你笑什么？笑你跟许瑟了。小乔先生已经把你们的事都告诉我了。其实整件事从头到尾知道最清楚的就是我。你们的例子算是万中无一，但不表示不可能啊。正如我之前跟你说过，你最初对许瑟的确是一种依赖，然后慢慢转化成为一种疑似感情，但是那种呢又不能叫做爱情。过了一阵子，这种感觉就会慢慢淡下来。我知道，你早就说过我跟许瑟是不可能的。你也别这么说，正所谓有危就有机。要不是你这次再次遇险，许瑟再一次在你身边出现的话，你就不会发现，原来你跟许瑟之间的关系已经冲破了依赖，成为真正经得起考验的爱情。
你的意思是，这些事你早就猜到了？ No， 我从来不猜的，这些全都是我专业的判断。不管怎么样，我看好你跟许算。我们刚下飞机，司机来接我们了。Kelly 正在跟医院联络，晚上再打给你。你小心点儿，不要再弄伤手。我知道了，有 Kelly 陪着我，你不用担心。好了，记住啊，有什么事一定要打电话给爹爹啊。知道了。哇，他平安到达，你笑得这么开心啊？进来。大乔先生，行，山哥，哇，水哥你也在，正好。生，你不是去了大马吗？回来了。哇，你们一定想不到，我去了大马，只是转了一下，哇，有很大的收获。大获还是大收获啊？水哥，你别劳损我行不行啊？好了，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还是有什么大计划想找人注资啊？哇，你们俩真厉害啊！是一个很大的计划，不过呢，并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大马那边呢有个猛人，他想出来的，他想找香港的搭档一起做。猛人？猛骗人，对不对？水哥，你别这么说话啊！那不骗你啊，这个猛人真的很厉害，像水哥你说的不得了啊！那他就是印尼呢超级大富豪，他的钱多得数不完，很有意思啊。他一看到我一见如故，我们很谈得来啊。他说啊有一个计划想找香港的搭档一起做，我当然说好了。但是这个计划呢实在是太大了，我这个小人物呢不能做主嘛。所以回来呢，就想约他和山哥、水哥，还有鸡哥、邦哥、涛哥几位 uncle 呢，一起来个饭局，一起商量，有钱一起赚，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些年来啊，这么多 uncle 啊，你们一直很挺我，待我不薄，我当然希望报答大家了。印尼超级富豪，人家说你就信了？不是啊，东南亚没人不认识他。那你们这些大富豪一定知道，他叫 Sapula。是大获，不是大收获。本来以为叫商过去那边办赌场，他就不会缠着子林，我们就可以安心了。哼，谁知道现在更烦。全世界那么多有钱人，为什么偏偏招惹那个人回来？其实呢，我也猜到了，商到了那边，一定会跟东南亚的大商家联络。不过没想到，商会找上他。难道真是天意？哎呀！会不会是人为呀？你想想，这么多年以来，他在印尼，我们在香港，大家各做各的，不相往来。全世界那么多地方可以招商，就算商真的招揽他来香港，他也有权 say no 嘛。明知道我们在这里还要来，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呢？我一直都在留意他。那这几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到处都有生意。要是来香港是纯粹招商的话，也有可能。我也希望是自己吓自己，不过以防万一，饭局还是别去了，不见他最安全。哎呀，不行，我们不能反应过敏的。饭局呢，我一定会去，大不了以不变应万变。哈哈，阿山，山哥，哎，邦哥、鸡哥、涛哥，来了很久啊！我也刚刚到，来，坐。哎，你说是我们特别守时呢，还是这个商根本就请不动人家呢？不稀奇，现在说的是跟印尼的超级大猛人吃饭啊，以商的本事，能请得动人家吗？叫你做点事都搞这么久，还要人家等，放在那边。知道。哎，各位 uncle，我准备了红酒，西班牙黑毛猪火腿和芝士，大家在吃饭之前呢，不妨先喝酒聊聊天啊。怎么样？你那位印尼朋友是没有空，还是有重要会议在开呀？不是，涛哥 ，Sapula 先生来了，不过刚刚去了洗手间。回来，我给大家介绍啊，这位呢就是 Sapula 先生。这位是邓先生，你好啊，邓先生你好。这位是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幸会。那边是翁先生，啊，翁先生你好。你好。这位是乔先生，啊，乔先生你好。幸会。哎，坐下，大家慢慢聊啊。哎，坐。Sapula 先生虽然是华侨，在印尼生活这么多年，没想到中国话还说得这么好啊！哎，我在印尼那边也是说中国话的，所以没有生疏。哦，你前阵子在经济杂志那篇访问呢，
我看过了。最早你在唐人街开杂货店起家，到了今天在印尼商界是举足轻重，白手起家，跟那些富二代有天渊之别呀。那学点是知。再学了，再学了，鸡哥。过奖了。其实说起来呢，当年真多亏了一位uncle，他拉了我一把，给我一个机会做计程车生意，这样才赚到第一桶金。也得人有本事，生意才能越做越大，越多元化。哇，报哥，你这是非常英明。因为 Sapola 先生啊，无论是粮油啊、橡胶啊、地产、基建，真是样样通啊。他做什么就赚什么。还有啊，每年捐给慈善机构的钱，一年多过一年。萨普拉先生做那么多善事，真是有善心啊！哎，所以呢，他在印尼是出了名的大慈善家。有能力就帮帮人家，这些虚名也是人家给的。不是啊，萨普拉先生，有真材实料才配得上这个名号，所以印尼政府呢才会把扩建货柜码头这么大的工程呢批给萨普拉先生你做。其实是政府看过我们公司的计划书，认为合适。这个计划我跟新加坡、台湾的财团谈过。不过这么巧让我认识了 Sean， 他向我呢大力推荐你们几位猛人。那我也想跟你们香港人合作做生意，那么只管过来跟你们谈一谈，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这么好的计划，我们当然有兴趣了啊！是啊，那最好了，能够跟几位香港的精英合作做生意，相信一定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好了好了，那么以后有钱大家一起赚啊！就这么决定了。既然大家有兴趣，待会儿我叫我的助手送计划书给大家研究一下啊。我们今天交到新朋友这么开心，一定要多喝2杯。那先讲明啊，公事谈到这里，接着只谈风月啊！一定一定一定！来这边，来招呼先生，来这边啊，请坐，请坐。预祝我们将来合作愉快，干杯！干杯！听你这么说，昨晚整顿饭他都客客气气，装不认识你。会不会他忌讳昨晚人多，所以……我本来也是这么想，我以为他看到房里都是人，才装作不认识我。但是后来临走的时候，阿邦他们一个个都出去了，不是打电话就上厕所，有几分钟连双也不在房里。但是他还在装，跟我第一次认识。嘿，随便，既然他当不认识，我们就当不认识他了。这倒是，希望是我想多了。他来香港纯粹是招商，希望是这样。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他的计划书找人研究一下，看当中有没有问题。钱不够花，不用怕，瑞通财务能帮你。记住，一个电话，马上 OK。死丫头啊，最近这广告很红啊。我警局的同事跑来问我，是不是本人更漂亮？我也想知道啊，最近也是看电视才看到她吗？很久没见到她本人了。怎么，经常不回来吃饭吗？何止不回来，24小时都不见人，最多只回来2个小时，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就走了，把这儿当成酒店了。比酒店还不如，住酒店累了还会睡几个小时。他回来睡过觉吗？有这么忙吗？很多工作啊。哼，他说是工作，不知道忙着交男朋友还是去玩。在傍晚大约5点钟，一辆私家车怀疑开错线，失控撞上人行道，并无伤及路人。后来证实，肇事车辆隶属警方保护证人组，驾驶肇事车辆的警员受了轻伤，现场交通一度堵塞。哇，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不知道有没有撞到人啊？这种不小心可大可小，要是老板坐在车里，记着处分。喂，啥事？旺角 WPU 撞车的事你知道了？知道，看了新闻。哪队？就是我们那队，巴达开车。不是吧？他最近不知道搞什么鬼，总是失魂落魄的。幸好当时车上没有老板。头儿，你有空找巴达谈一谈吧。好，我有空找他谈谈，放心。拜拜。爸妈，表哥你来了。哇，稀客，好久不见了，姐姐。正好，我们刚刚吃饭，给你盛碗汤喝。不用了，我不吃了，我回来换件衣服就走。你又去哪儿啊？我刚刚在附近拍完广告，现在约了导演跟广告商去唱 K 吃饭，车在楼下等我。我不说了，我要进去换衣服。丫头，表哥，我赶着换衣服。我有话问你啊。我真的很赶时间。
八大撞车跟你有关吗？啊，他怎么了？新闻说是轻伤，没事。哦，这样就好啊。不过我们很久没有联络了。没联络？他不是你男朋友吗？他是我那么多男朋友的其中一个，不过现在也不是了。什么意思啊？啊，就是没感觉就分手了。什么没感觉？你是玩弄人家？我就是不想玩弄他，才跟他分手的。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忙啊？又拍 MV， 又拍广告，我现在眼前很多机会，我知道我一定会红，一定会出人头地的。就是嫌弃人家了。表哥，你别这么老土了。现在不是嫌不嫌弃的问题，而是我跟他接触的世界根本就不同，大家的生活圈子也不同，大家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这么走下去，只会走进死巷子。我好心分手哦。喂，那你有没有跟人家说清楚啊？突然提出分手很伤人的。跟他提出 N 次了，他怎么都听不进去。他受伤，我也没办法。现在伤比将来挂好啊。哎，这么说八大真是因为失恋，弄得撞车了。那，他撞车我也不想啊。还是那句，现在伤比将来挂好，撞车比撞击好吗？表哥，我真的很赶时间啊，我要换衣服啊，你出去啊。许四，伯母进来坐。儿子，许四来找你呀，出来见人呢。许四，你坐一下，我给你倒杯茶。谢谢啊。哎，怎么样？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停职调查了。刘嫂怎么说？还有什么好说啊？辞职，喝茶。妈，还知道叫我妈呢，就应该听我的话，别当警察了，到店里帮忙。我早就说了，当警察危险，你又不听。那现在老天爷叫你不要干了，别当警察了，辞职不干。妈，你一天到晚说同样的话，你烦不烦呢？哎呀，你别管我这么多了。你也老是叫我别管你了，不管，是不是要等到出大事再来管？哎，懒得跟你说，头儿，我们下集再说。哈，每次说你都是这样，我一说你就跑。啊，保姆。哎呀，不好意思啊，许四。不要紧，不要紧。儿子，你就听妈妈一次话吧。想什么呢？哎，真的不当警察？我辞职信都写好了。你们冷静的想清楚啊！我妈从头到尾都不想让我当警察，反正我从小到大都不怎么听她的话。这次就当顺她的意，回到店里卖原子笔、橡皮擦，有空的时候跟街坊喝茶聊天。甘心吗？这样就是不甘心了。既然不甘心，干嘛放弃？现在由不得我不放弃啊！本来以为能升职，还可以追回周周吗？但现在记录有污点，怎么能升职呢？现在回店里帮忙，虽然是屋村文具店，但怎么说也是老板呢。也许文具店越做越大呢，到时候追回周周还有机会。不是还想追周周啊？我对周周是真心的。你在警校宣誓要当个好警察，还是宣誓要追到女人呢？问你到现在还不接受现实啊？你立志要当个好警察，他立志要嫁个有钱人，大家根本就没有结果。失恋颓废很正常，我不会看不起你。但是你为了个女人放弃理想，我真的看不起你啊！头啊！别叫我头，你才20几岁，怕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吗？为了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理想，请你以后不要叫我头。怎么样，当警察呢，还是卖橡皮擦？当然当警察了。那就请你回去撕掉辞职信。喂，怎么样，还犹豫啊？我的记录已经有了污点，留在 WPO 没有前途了。有污点就不干了，努力一点，重新开始啊！要不这样，我回去问潘 Sir， 看能不能把你调来专案组跟我。好，跟头我一定拼老命。我还可以叫你头啊。哎，叫吧。你收到我这封信是不是很 surprise 啊？凯里说现在是21世纪，我还拿笔写信，笑我是出土文物。他说发 email 不就行了？不过我始终觉得电脑打字冷冰冰的，
不如白纸黑字一笔一画地写出来。而且这封信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我真的很想你亲笔写。我手术很成功，医生说手的尺神经能够完全修补好，过几天就做物理治疗。你放心，我一定会听医生的话，快点好起来，快点出院。因为我真的很想念香港的一切。信里面这张照片是我趁日落的时候在医院后山拍的，我觉得很美，美的就像一幅画。我很想跟你分享。发展部研究过 SAPLA 的计划，他们分析过印尼政府的审批报告和全球货运业的发展蓝图，他们认为这个项目的前景的确不错。他们就这个项目做了风险评估，计算过投资回报比例，都认为这个计划绝对值得投资。待会儿开会再研究。哎，赵良，你出去吧。是，乔先生。大哥，这个计划这么好，看来他真的一心想做生意，是我们想太多了。其实也不稀奇，既然有钱大家一起赚，其他的事可以放到一边。这次碰上了，应该只是正好这么巧。哎，这么说，我们盛天也要下水了？虽然现在看不出他有什么阴谋，但是我不想跟他扯上任何关系。这个计划我们不会参与。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是，这么大块肥猪肉我们不吃，别人看了会觉得很奇怪啊。小心处理应该 OK 的。有消息？怎么又有新案子啊？是有新同事。哇，巴达真的调过来了。潘 Sir 刚批的。哇，巴达这小子这次真的逃过大难呢，要不是头帮忙，他真的要回去帮他妈妈卖橡皮擦。林太太，先坐下吧。师兄，什么事？这位林太太，她在楼下报案，她儿子2年前意外被车撞死了。他不是意外死的，他是被人谋杀的。谋杀？不是说2年前交通意外吗？是啊，当年这案子已经结案了，但是这位林太太说她有新证据。对，我有证据。这封信是我早上在信箱收到的，是当年撞死我儿子不顾而去那个司机写的。他说他2年来都没好好睡过觉，所以特地写这封信向我忏悔。他说是有人指使他这么做的。但是这封信没说是谁指使他。你没怀疑谁跟你儿子这么大仇要杀他？一定是他公司的人，因为我儿子知道公司很多重要的秘密，所以他们杀人灭口。对了，我今天看报纸，知道他们的老板回香港了，你们快去抓他吧。你冷静点，慢慢来，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跟我们说一遍吧。我们已经翻查过2年前这起车祸的资料，死者妈妈当时已经坚称她儿子并不是普通的交通意外，而是买凶谋杀。但只不过我们一直以来都找不到肇事的司机以及新证据。目前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根据死者妈妈的口供，她儿子常住在印尼工作，直到2年前，他声称发现了公司的机密，所以辞职回到香港。而他儿子就是在印尼富商萨普拉的公司做会计，正好萨普拉最近来了香港招商，而在这个时候，这起案子有了新的证据。这起案子有2个可能性，要不是恶作剧，要不就是肇事司机真的良心发现，想趁这个机会揭发这件事。不过不管怎么样，既然有新的证据，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按照正常的程序做。我已经派人拿那封信去见证科验指纹和笔迹，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另外，我也派人去找线人打听，看有没有人大嘴巴走漏风声。不过这次这起案子牵涉到外国公司，看来要联络国际刑警拿资料才行。还有，既然 Sapula 来了香港，也应该找他聊聊，了解一下。Yes, sir。不好意思啊，许 Sir，Sapula 先生还在开会，我帮你们再约个时间见面吧。不要紧，我们可以等。那 Sapula 先生开完会之后，我再通知你。怎么这么久啊？待会儿问他，可别3棍子打不出个屁。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呢？要有耐心。全球的基建未来真是大有可为。印尼的发展会比其他国家好。至于细节问题，我们回去研究一下。没问题。
有什么下次谈吧。好，下次谈。我送你们出去。哎，萨普拉先生，我送他们就行了，你回房休息吧。啊，好。啊，再见。好，拜拜。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萨普拉先生，我是香港警察总区重案组徐伟琛高级督察。你好，徐督察，你好。这两位是我同事，坐下慢慢说。OK。几位想喝点什么？哦，不用了。对了，你们几位今天来有什么事啊？你公司有位叫 Alex 林的会计师，在2年前遇到车祸丧生，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有印象，我还记得叫人送花圈去。哎，真可惜，一个大好青年突然间飞来横祸。不过现在有人拿出新证据，说他的死未必是意外，背后可能有人指使，有可能是谋杀。是吗？所以我们警方循例，希望你提供资料给我们协助调查，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哦，当然没问题了。死者生前是处理哪方面的数目的？如果我没记错呢，他应该是负责我们公司内部的账目的。他这个岗位会不会接触到你公司很多机密文件？主要是账目方面的机密资料吧。据你所知，他在公司有没有跟人有争执？又甚至是有仇恨 ？Sorry， 这方面我真的不太清楚。在他辞职之前，他的工作表现有没有什么异样，或者是在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不正常？应该没有。我记得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在他辞职的时候还说过，很难再请到一个这么帮得上忙的人。你对他的家庭背景清楚吗？其实我们公司这么多员工，我不可能个个都很认真的去了解他们。我看差不多了。不好意思，萨普拉先生，耽误你这么久。别客气，希望我的资料可以帮助你们尽快抓到凶手，将他绳之于法。不过我们警方有可能再次邀请你为我们提供资料。没问题，我很乐意跟你们警方合作。谢谢，再见。不送了。除了萨普拉之外，我们还跟他公司随行的高层谈过，他们都说对这个会计师的印象不深，不是很熟，只是普通同事一个。所以根本无法提供任何资料给我们。那见证方面呢？鉴证科在林太太那封信上面找到几组指纹，目前只可以证实其中一组属于林太太，至于其他的还没有查到。我也找了外面的线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有线索，也就是全都交白卷了。许 Sir， 哎 ，Karen， 这些是国际刑警送来的，全部都是 Sapula 本人跟他公司几个高层的资料，还有几叠送过来。哇 ，Karen， 你开玩笑吧？辛苦了 ，Karen。不辛苦，那连许 Sir 也知道我辛苦。那么下午茶有着落了。你这么辛苦，下午茶随便叫，我请。谢谢许 Sir， 那我出去拿那几叠进来啊。Thank you。哎，这下惨了。不怕，大家同甘共苦，来，你一份。师姐，你叫外卖，大家吃饱了做事。Yes sir。Come in。头，我下去买便当，你想吃什么？哇，10点多了。因为你今天请我们的下午茶太丰富，到了现在个个都不饿。哎，看来有的忙了。今天出去吃吧，慰劳一下大伙儿。谢谢头。喂，原来30几年前 Sapula 出过这样的新闻。什么新闻？说有个香港女人在唐人街大吵大闹，贴满大字报，说 Sapula 是个负心汉，还要见她。30几年前 ，Sapula 才刚刚起家，在唐人街开始有点名气。接着就说这个女人被警察抓了，没下文了。那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没说，只说她姓柴啊。姓柴？香港很少有这个姓啊。姓柴？这个签名挺面熟的，在哪儿见过？我记得在乔小姐10澳的老房子里见过一张小学成绩单上面的家长签名，好像跟这个差不多。我在 WPU 看过一份报告，乔江山过世的老婆好像就姓柴。哎，头，姓柴的已经很少了。计算年纪，30几年前那位乔太太，岁数应该跟这个差不多。你看会不会？既然找到资料，别浪费时间，叫兄弟们再吃一碗便当，尽量给我多找一些资料。没问题。还有，明天去婚姻注册处，把乔先生跟前乔太太的结婚证书找出来，拿给见证对比一下，看这2个签名是不是同一个人。
Yes sir。那头儿你想吃什么呢？随便买个有吃的便当给我就行。OK。啊，师姐，麻烦你拿给报摊，叫他找这家华明之声的印尼报馆，把 Sapula 所有的资料找给我。Yes sir。Thank you。各位 uncle， 研究完 Sapula 先生扩建货柜码头的计划之后，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找人评估过，这个计划的潜力很大，我决定注资。我也有兴趣，那也算上我吧。Yes， 那么以后大家一起赚钱了，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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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啊，你这次终于演了一出好戏啊！我早就说他能干了嘛。哎，两位 uncle 过奖了，这些年来都是各位 uncle 关照我，我也是时候应该报答大家了。但是日后呢，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各位 uncle 学习的。别说你了，我也是第一次跟香港人合作，香港人出了名的头脑灵活。我也要趁机向大家偷师。说到反应快啊，有邦哥跟山哥在，何时轮到我们逞强啊？魏小山，你还没表态呢，注不注资啊？是这样的，我也找人研究过，这个计划呢，的确是回报很高。但是我美国的上市公司在未来1年有几个大的计划，必须留些资金作为备用，所以只好忍痛割爱了。也对。当然是以自己公司的发展为大前提，不要紧，来日方长，说不定将来还有机会合作。是啊，没错。山哥，你不是刚才赢够了吧？哎，可能是老天看见阿山有金子都捡不了，所以给他一点安慰奖。来，干杯！干杯！哎，这次真是名副其实，开怀畅饮，大哥。这次虽然避过了。不过看来呢，我们跟商一定要保持距离。说到底商是跟他讨生活。你还这么忌讳他？哎，虽然他这次来呢是纯粹招商，没有其他目的，不过来往呢就可免则免了。这倒是，但是他找人注资，你不买账，他没不高兴吧？本来我也很担心，再想用什么借口推了他，谁知道呢？阿邦他们3个抢着要注资，该超额了吧？哎，他们几个都恨不得我不玩，免得多分一份嘛。那反过来想，他也想对你敬而远之了。总之一句话，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自在一点。不过想想这么大笔生意送上门，吃不到真的有点可惜呀。可惜什么呀？就算被你赚到，头疼发热、腰酸背痛，到时候更惨。哎，这倒是啊，赚钱拿来看医生也划不来。总之，大哥一句。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最重要。我刚才在楼下又遇到林太太了，她又来问我们她儿子的案子查得怎么样，我就安抚她了。说着说着，她手机响了，她一看到来电显示脸都绿了。我知道为什么，一定是他过世的儿子打电话给他，对不对？哎，要找也先找你了。一样都是子，不过是侄子。啊！我看他好像有点不对劲，就套他的话了。在我攻势下，他什么都说出来了。原来呀，那封所谓的忏悔信是假的，是林太太叫他侄子帮他写的。林太太搞什么鬼啊？他说这2年用了很多办法想为儿子伸冤，但是都不行，就教侄子冒认司机写一封忏悔信，以为能够引起我们警方注意，为他儿子重开档案。林太太跟他侄子这么做，就是报假案，我们可以告他浪费警力的。他知道，所以刚才他一直哭着求我说他侄子年纪还小，什么都不知道，叫我们千万别告他。小的不懂事啊，林太太那么大个人，知法犯法啊。这也难怪，相信林太太只是太想儿子，一个寡妇好不容易带大儿子，突然惨死，怪可怜的。哦，这倒是，之前我姐姐怀了孕才几个月吗？之后流产都忧郁了1整年。更何况是养育20几年的儿子。头儿，林太太还在楼下呢。那你下去给她录份详细点的口供，我去请示潘 Sir 看怎么做。Yes sir。好了，像师姐说的，今天可以准时下班，好好休息。哎，好了，终于不用看 Sapula 的资料，这几天看得我眼都花了。哎，一定要找人好好的按摩。我做的腰酸背疼啊！哇，你们还哎呀，我高呼耶了！我今天约了女朋友吃饭，不用放鸽子。喂，鉴证科王 Sir，
幸好师姐机灵，知道套林太太话，才会识破这件事。相信林太太受过这教训之后，以后都不敢再犯。潘 Sir， 是不是真的要起诉他？算了，这次对他警戒。这件案子正式结案。Yes sir， 潘 Sir， 我们在查这件案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些事。什么事？我在查 Sapula 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份33年前印尼华民简报，说一个女人在唐人街大吵大闹，替大字报说 Sapula 是感情骗子，喜新厌旧。这是30几年前 Sapula 的桃色纠纷，有什么关系？刚好被我发现，大字报上面的签名跟乔江山过世的太太柴静姿的签名极为相似，所以我派人把柴静姿的签名找出来，让鉴证科做了比对。鉴证科打电话来，说这2个笔迹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所写。真会有这种巧合？你怎么看？我猜想，乔江山过世的太太有可能跟 Sapula 曾经是情侣，不过是不是桃色纠纷就不得而知了。既然正好2件事都跟 Sapula 有关，干脆把资料转给 CIB， 看他们有没有用。Yes sir。我在印尼新盖的6星级度假酒店，每间房呢都对着酒店的私人沙滩，每间房的楼顶呢都高3米，服务员跟餐厅厨师全部都是从其他顶级酒店挖过来的。下个月酒店的水族馆也要开了，总算可以见人了。哎，是啊，各位 uncle， 哎，新闻提过的，全亚洲第1家有水族馆的酒店就是 Sapula 先生开的。哎，你们有时间过来玩玩，我安排私人飞机过来接你们。也不错啊，我们顺便去看看货柜码头。既然要去，趁人都齐了，约好时间，免得再约来约去嘛。啊！哎，你干嘛这么心急呀？还没有签约是不是？合同呢，随时准备好了。待会儿呢，我叫助手拿份确认版给你们看一看。那就打铁趁热了，这2天拿给律师看看，我们下星期一就可以正式签约。之后我们再约时间。你们来印尼，让我这个主人家好好的招待你们。谢谢你。哎，对了 ，Sapula 先生，你这几天不是要回印尼吗？但是星期一你赶得及回来吗？没问题，星期一之前我会回到香港的。哎，那正好了，我认识几个财经记者，我叫他们放点风出去。这个消息一出啊，保证你们集团股价呢砰砰砰一直涨。放风太小儿科了，干脆搞隆重一点，正正式式的开个记者招待会，帮我们的计划造势嘛，好吗？好啊！哎，这件事交给我做。时间还早，吃饭也吃不下，干脆我们玩大老二吧。好啊，叫上山哥。不用找了，我们3个加上萨普拉先生已经够了，不用找他了。阿山今时不同往日了，他不喜欢玩大老二，喜欢玩 poker， 不要紧，我们另外找个牌搭子也一样。萨普拉先生，你也玩吧？玩，我也喜欢玩大老二。CIB 那边根据我们给他们的资料查到了新线索，原来1979年2月20号，油麻地有一起抢劫运钞车案，一共有3个匪徒，抢走车上300多万现金。当时还不是乔太太的柴静姿，就是运钞车公司里面的职员，他是少数知道运钞车行车路线和时间的人，所以警方一度怀疑他是内应，也找他问过话。不过后来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没有正式起诉他。那这起案子也没有破案？没有，3个匪徒一个都抓不到。根据出入境记录，柴静姿在同年的12月2号，也就是案发之后的大半年，的确曾经出过境，去过印尼。印尼那起新闻是12月4号，也就是印证了在印尼唐人街闹事的那个女人就是柴静姿。如果柴静姿跟 Sapula 是情侣的话，那柴静姿在唐人街大吵大闹，说要揭穿 Sapula 的真面目，难道就指这件事？有这个可能。不过还有一件事更加巧合，在柴静姿去印尼的同一天，有个男人也去了印尼，他们2个人这么巧在同一天回到香港，而这个人就是乔江山，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2个是一起去印尼。那潘 Sir 就是怀疑乔江山有可能是抢劫运钞车的头脑。CIB 的同事曾经追踪过乔江山的背景，发现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提过他是来自低下阶层的，但是他如何得到第一桶金，从来没向人提过。也就是说，他从穷人到起家，中间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所以你怀疑
这笔运钞车的赃款就是乔江山的第一桶金。乔江山30几年前开始起家，时间上也很吻合。当然，只是纯粹推测，没实际证据。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要追查很困难。不过 CIB 会记录在案的，要是稍后有更多的线索，再重开档案。潘 Sir， 既然我们有这个怀疑，正好我之前又保护过他的弟弟乔江河，跟他女儿乔子琳，干脆让我去找他谈谈，就当给他个机会澄清。这样也好，这样对他公平一些，找他谈谈吧。进来。乔先生。乔先生，坐。找我什么事啊？哦，其实今天来呢，不算是查案的，不过正好呢在查另外的案子，找到一些资料跟您有关，所以来了解一下。我可以帮你什么？其实这次这件事呢，是跟印尼富商萨普拉先生有关。最近你们好像有点联络。对，上次我在酒店跟萨普拉，还有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见面，我也看见你啊。对，那你们认识多久了？就是这次他来香港集资，通过我的市职才认识他的。我们警方呢也打听过，知道乔先生你向来没有跟萨普拉先生联络。不过，我们警方查到，你应该早就认识萨普拉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过世的太太柴静姿曾经跟他是情侣。继续。当年柴静姿还不是乔太太的时候，她曾经去过印尼的唐人街大吵大闹，说要见萨普拉先生，而她出入境的日期跟你正好完全吻合，所以我们相信萨普拉先生跟柴静姿的争执你是知道的。换句话说，你早就认识萨普拉先生。而在这件事的大半年之前，油麻地曾经有一起运钞车劫案，柴静姿被怀疑帮匪徒做内应，而被我们警方扣查。虽然最后证据不足，但是最巧合的是，乔先生没多久就起家。你第一桶金的来源，你从来没有跟人提起过。种种的巧合，才是我们警方怀疑的。怀疑我起家和赃款有关。换句话说，你们怀疑我跟运钞车劫案有关。所以我今天来想了解清楚。曾想象太好，历太多失意，孤單的滋味，天知我知，太幸福的事，也許要變過幾次，分到珍惜的意思。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不捨的思念不可揭止，追着緊的事已經錯過無下次，請讓我將心中句子認真講你知。